举家搬回英国的温情通稿刚刷屏没24小时，梅根的100万片酬复出大戏就直接塌房了。对外张口闭口都是陪老父亲尽孝，让孩子认祖归宗，背地里真正卯足劲想拿下的是盖里奇爆款剧《绅士们》第3季的角色，片酬开到100万英镑以上。结果英国人根本不吃这套，消息刚爆出来，反对声浪直接炸了，剧组连夜就把角色给撤了。这出还没正式开场就草草谢幕的复出闹剧，把梅根藏在亲情幌子背后的生意算盘扒得明明白白。先给你捋清楚这场闹剧的完整时间线，步步都透着算计，又步步都透着狼狈。8月下旬，哈里梅根的公关团队统一放风，说全家打算8月底正式从加州搬回英国常住。7岁的阿奇和5岁的莉莉贝特学籍都已经落定，9月新学期直接入读当地私立学校。对外说的理由特别温情，查尔斯国王身体不好，多回去陪陪老人，也让孩子从小接受英国教育，认祖归宗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父慈子孝，阖家团圆？可转头英媒就扒出了真正的核心动因。梅根早就盯上了盖里奇执导的 Netflix 爆款剧《绅士们》第3季的一个角色，片酬开到了100万英镑以上，而且整部剧的拍摄地就在英国，刚好和全家搬迁的计划严丝合缝。说白了，陪父亲是幌子，孩子上学是由头，真正的重头戏是梅根要借着这部剧高调重返演艺圈，顺便把英国市场彻底打开。结果消息传出来还不到24小时，前名利场主编、资深王室传记作家蒂娜·布朗就直接扔出实锤，梅根的角色已经被剧组彻底撤回了，原因就4个字：英国人不答应。蒂娜·布朗在英美演艺圈混了几十年，跟 Netflix 高层和盖里奇团队都有深交，他这话一出来，基本就是一锤定音。他的原话特别扎心，公众的强烈反对太过激烈，这个角色已经取消了，这对梅根在英国重返演艺圈绝对不是个好兆头。更讽刺的是，这部剧的第3季甚至都还没正式获得 Netflix 的续订批准，也就是说，梅根连角色的影子都还没摸到，就先让团队把消息放出去造势，结果舆论先炸了，角色直接黄了。这套路跟当年的迪奥代言事件简直一模一样，八字还没一撇，先放风炒热度，想逼品牌就范，最后次次都反噬到自己身上。反对声浪到底有多猛？数据最能说明问题。YouGov 2026年第2季度的民调显示，梅根在英国的净支持率已经跌到了-43%，只有 18% 的英国人对他持正面看法，却有 61% 的人明确表示不喜欢他。好感度比2019年他刚嫁入王室时的峰值暴跌了整整37个百分点。每日邮报相关报道的评论区，消息放出几个小时就炸了锅，高赞评论全是抵制的声音。本来是绅士们的忠实观众，要是梅根参演，直接弃剧，他演什么都像在演受害者，根本入不了戏，想赚英国人的钱，先把当年抹黑王室的账算清楚。甚至有观众直接喊话 Netflix， 选他还是选观众，2选1。这种级别的民意反弹，剧组根本扛不住。绅士们本身就是主打英国本土受众的剧集，核心盘就是英国观众，要是真顶着舆论用梅根，等于直接跟基本盘宣战。到时候剧集上线，话题全是梅根的八卦争议，没人关心剧情和角色，口碑直接崩盘，后续的续订、衍生开发全受影响。对制作方来说，梅根带来的那点话题度，远远抵不上观众流失的损失。撤角色是最现实也最稳妥的选择。这已经不是梅根第一次玩这种放风逼宫的套路翻车了。当年刚退出王室的时候，他的团队就放风说拿下了迪奥的全球代言，结果迪奥官方直接出面辟谣，说根本没有相关合作，闹了个大型社死现场。后来他的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 找高端百货谈入驻，也是先放消息造声势，想借着热度倒逼品牌点头。结果哈罗德、塞尔弗里奇这些英国顶级百货根本不接茬，连会面都没安排。他的团队永远是同一个路数，合作八字还没一撇，先把消息放出去，用舆论倒逼对方同意，成了就赚了，不成也赚一波热度。可这套在好莱坞或许还行得通，在英国本土早就没人吃这一套了。很多人觉得梅根就是闲着想复出拍戏，
赚点零花钱。可你往深了扒就懂，这步棋他算得远不止100万片酬这点钱。定居、上学、拍戏3件事套在一起，是一套完整的商业布局，步步都踩在利益点上。第一层算的是事业账，借爆款剧重启演艺生涯，盘活英国商业版图。他当年靠精装律师里的瑞秋赞恩一脚出圈，嫁给哈里之后就退了圈，本以为顶着王菲头衔能在好莱坞闯出新天地，结果6年下来，网飞合约黄了，播客砍了，自有品牌 as ever 压了几十万件库存卖不动，商业版图全线收缩。这时候接到盖里奇的邀约，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。绅士们是 Netflix 的现象级爆款，讲的是英国贵族继承庄园卷入黑帮生意的故事，英伦味儿拉满，全球收视群体庞大。他要演的还是个魅惑型女性角色，靠手腕搅动贵族圈子，简直是本色出演。真要是演成了，不仅能拿100万片酬，还能借着这部剧重新杀回演艺圈，把演员梅根·马克尔的标签重新立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后在英国发展，有了这部爆款剧的背书，谈合作、谈代言，给自有品牌引流，都能抬好几个档次。他甚至早就悄悄完成了 as ever 品牌在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12个英联邦国家的商标注册，覆盖食品、家居、护肤多个品类，就等着借着定居英国、复出拍戏的热度，全面铺开市场。在他的规划里，演戏只是敲门砖，借着公爵夫人的身份打造生活方式、商业帝国才是最终目的。他甚至早就打好了算盘，拍戏期间定居英国，拍完戏要是反响好，就接着拓展英国市场，要是反响一般，就拍屁股回加州。反正加州的房子、葡萄牙的度假别墅都留着，进退自如，怎么算都不亏。可他的商业版图早就亮起了红灯，只是他一直不愿承认而已。当年和 Netflix 签的1亿美元合约，看着风光，可实际执行下来惨不忍睹。自传式纪录片收视一季不如一季，重点项目直接被砍。主打他个人 IP 的生活方式节目 With Love、Megan 播出后反响平平，播放量连 Netflix 同类节目的中位数都达不到，直接被砍掉了续订。哪怕后来团队运作拿到了艾美奖提名，也被网友群嘲是花钱买的提名。每日快报做的民调里，3087个受访者里有2998人都认为这个节目不配拿奖，支持率不到 2%， 沦为业内笑柄。Spotify 的播客合作凉得更早，做了1季就没了下文，平台高管私下暗讽他们光拿钱不产出。自己的品牌 as ever 更是惨淡，主打高端生活美学，实则全是代工贴牌货，一瓶普通果酱卖10几英镑，品质和超市2英镑的没差别，上线3年销量一路下滑，65万件库存压在仓库里卖不动，07产品最后只能靠他上节目送人情清库存。说白了，他的商业能力根本撑不起他的野心，离开了王室头衔的加持，他在市场上根本没什么竞争力。第二层算的是身份账，借拍戏名义定居英国，半进半出蹭王室光环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直接说回英国蹭王室福利，舆论肯定骂死他。可要是说回来拍戏陪孩子读书，理由就顺理成章多了，既能住在英国本土，顶着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名头享受身份溢价，又不用履行王室公职，不用受规矩约束，完美实现他一直想要的半公半私状态。以后出席个慈善晚宴、马场活动、名流派对，顶着公爵夫人的头衔，照样是全场焦点。既不用像凯特那样天天跑公务、守规矩，还能享受王室身份带来的所有便利，这不就是他当年退出王室时最想要的状态吗？他甚至还打着如意算盘，住得离查尔斯近了，多让孩子跟爷爷走动，靠着亲情牌慢慢渗透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松口给孩子官方头衔，给点王室福利。反正查尔斯心软，磨得久了总会有松动的那天。之前他想挤英国时尚圈，找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搭线，结果人家根本不接茬，安娜·温图尔更是公开表示不喜欢他，时尚圈的路早就堵死了。所以他才想着从演艺圈切入，先刷存在感，再慢慢打通各个圈层。第三层算的是公关账，提前放风造势，逼剧组就范，顺便炒热回国话题。
这是他玩了多少年的老套路了。不管合作谈没谈成，先把消息放给媒体，营造出他即将加盟的舆论氛围。一方面给剧组施压，你看公众都知道了，你不用我就是不给面子。另一方面提前炒热自己的复出话题，不管成不成，热度先赚到手。当年迪奥代言的事就是这么玩的，团队先放风说梅根拿下了迪奥的全球代言，结果迪奥官方压根没承认，最后闹了个大乌龙。可哪怕翻车了，他也赚了一波话题度，不算完全亏。这次也一样，角色还没影呢，梅根复出拍戏的消息先传遍了全网，连国内社交平台都上了热搜。他本来想着舆论热度起来了，剧组大概率会顺水推舟，真的给他个角色，毕竟有话题度就有收视率。只可惜他算准了套路，没算准民意。英国观众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反弹的激烈程度远超他和团队的预料。为什么英国人反应这么大？不就是演个电视剧吗？至于这么大反应，只能说他把英国人想得太健忘了。这6年他干的那些事，一笔笔都刻在英国公众的印象里，根本没那么容易翻篇。第一笔账，奥普拉专访钉死的王室种族歧视标签。2021年，他和哈里坐在奥普拉对面，对着全球观众控诉王室，说有王室成员议论阿奇的肤色，说王室容不下他，把自己塑造成受尽委屈的受害者。那期节目全球收视过亿，直接把英国王室钉在了种族歧视的耻辱柱上，让王室形象遭受了几十年不愈的重创。英国人当时就炸了，你享受着王室的头衔和福利，转头就对着全世界抹黑自己的婆家，转头还想靠着王室身份赚钱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第二笔账，网飞纪录片和备胎自传把家丑抖得底朝天。之后的几年，夫妻俩像是找到了流量密码，拍网飞纪录片，哈里出自传备胎，把王室内部的隐私、兄弟矛盾、父子争吵、妯娌恩怨一股脑全抖了出来。什么威廉把哈里推倒撞狗10碗，什么凯特婚礼前让梅根哭，什么卡米拉刁难梅根，怎么博眼球怎么来，怎么有争议怎么写，靠卖王室隐私报家丑，他俩赚得盆满钵满，网飞合约拿了上亿，自传版税上千万。可在英国人眼里，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，拿着王室的身份变现，还往王室身上泼脏水，吃完红利就砸锅，现在回头还想回英国捞金，谁能待见？第三笔账，一边骂英国压抑，一边又回来赚钱的双标操作。当年离开英国的时候，他话里话外都是英国不好，王室压抑，媒体针对他，一副逃离苦海的样子，头也不回奔去加州追求自由和幸福。结果6年过去，加州混不下去了，又收拾行李回英国，还想借着前王妃的名头拍戏赚钱，合着好处都让他占了，坏话都让他说了。英国的市场、英国的观众、英国的王室光环，都成了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工具。这种既要又要的操作，换谁都反感。更讽刺的是，绅士们本身就是一部主打英伦本土文化的爆款剧，核心受众就是英国观众。剧组要是真敢顶着民意用他，等于直接跟自己的基本盘宣战。真让他演了，到时候播出，观众到底是看剧情还是骂梅根？话题肯定全跑偏，没人关心剧情，全是围绕他的争议，剧的口碑直接就毁了。对剧组来说，他带来的那点话题度，远远抵不上口碑崩塌的风险。项目方要的是热度，不是火药桶，这个账谁都会算。所以撤角色根本不是什么意外，是权衡利弊之后最现实的选择。娱乐圈从来都是最现实的地方，你能扛票房就是香饽饽，你带来的麻烦大过收益，就只能赶紧刹车。其实这件事最尴尬的地方，还不是角色被撤，是梅根到现在可能都没明白，他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演技，是他的身份。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精装律师里的演员梅根·马克尔了。现在观众看到他，第一反应不是这是个演员，是这是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，是哈里的老婆，是那个骂王室的梅根。演员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代入感，要让观众忘记演员本人，沉浸到角色里。可梅根恰恰相反，他本人的故事比任何角色都精彩，都有争议。只要他一出场，
观众自动就联想到王室恩怨、八卦闹剧，根本入不了戏。她去演绅士们里的贵族女性，观众只会觉得，哦，这就是那个前王妃，她又来蹭王室题材了。谁还会关心角色是什么，剧情讲什么？这才是她演艺付出最大的死穴。王室头衔给她带来了流量和关注度，也彻底毁掉了她作为演员的职业属性。她这辈子都很难再摆脱前王室成员这个标签。只要她还顶着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名头，只要她还在消费王室相关的话题，她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纯粹的演员。去年她就试过水，客串喜剧电影《亲密挚友》，本色出演自己。本来想靠着客串刷一波演艺圈存在感，结果电影上映后水花极小，全球票房不到200万美元，烂番茄新鲜度连30%都不到。观众的评价几乎全是看到梅根就出戏，她演什么都像在接受采访卖惨，连本色出演都没能获得认可，反而坐实了她争议体制的标签。她团队本来还想借着这次客串营销梅根重返大荧幕，结果连通稿都没怎么发，就悄悄过去了。说白了，业内也都清楚，找她拍戏，话题度有，但口碑和票房基本没保障，性价比太低。这次绅士们的角色本来也就是初期接触，连正式邀约都算不上。他团队提前放风造势，就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结果舆论反弹太厉害，剧组直接止损，连接触都停了。他之前不信这个邪，去年他客串喜剧电影《亲密挚友》，本色出演自己，本来想靠着客串刷一波演艺圈存在感，结果电影上映后水花极小，观众的注意力全在梅根本色出演上，没人关心电影本身，最后票房口碑双双扑街，连水花都没溅起来。这次想接绅士们，他本来以为是个好机会，角色设定和他本人身份贴合，容易演，还能借话题度出圈。可他忘了，越是贴合他身份的角色，观众越容易出戏，越容易把角色和他本人的八卦绑定在一起，最后剧火不火不一定，他的争议肯定先火了，剧组根本冒不起这个险。说白了，他现在就是娱乐圈的争议体制，谁沾谁麻烦。品牌方不敢找他代言，剧组不敢找他拍戏，怕的不是他没流量，是流量太偏，全是负面争议，得不偿失。这只是他回英国的第一波打击，接下来要碰的壁只会更多。先是安保的事，张口就要每年500万英镑的公费安保，对标威廉王储的待遇，被民众骂得狗血淋头，政府也装聋作哑。现在是演戏的事，100万片酬梦24小时就碎了，演艺圈的门刚伸脚就被关上了。他本来以为回到英国，顶着公爵夫人的名头，处处都能开绿灯，可现实给他上了低课。在英国，王室身份从来不是免死金牌，更不是万能通行证，你消耗了多少信任，就要承担多少反噬。他总觉得是王室亏待了他，是英国对不起他，可他从来没算过，这些年他靠着王室身份赚了多少流量，多少红利，多少真金白银。当年他一个18线女演员，嫁给哈里之后，身价直接翻了几十倍，资源、人脉、名气，哪一样不是王室头衔给他的？他总说王室束缚了他，可要是没有王妃这个身份，他现在可能还在好莱坞跑龙套，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，享受了身份带来的所有好处，转头就说身份是枷锁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才是公众最反感的地方。就连他最看重的商业版图，在英国也注定不好走。他本来想着定居之后，把 as-ever 品牌铺进英国市场，进高端百货，找本土网红带货，靠着公爵夫人的名头卖一价。可英国的零售圈早就收到了信号，根本没人愿意接茬。之前他托人找哈罗德百货谈专柜入驻，对方直接婉拒，说品牌定位不符。找英国本土的生活类 KOL 合作，对方要么直接拒绝，要么报价高的离谱，摆明了不想沾他的争议。他甚至还动过戴安娜 IP 的心思，想推出戴安娜同款香调戴安娜喜爱的花茶系列产品，结果商标刚提交就被斯宾塞家族驳回。对方明确表态，戴安娜的名字和形象绝不允许用于商业牟利，连蹭已故婆婆的热度这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。反观凯特，从来不会拿王室身份变现，
反而用自己的影响力扶持英国本土品牌，做慈善，推广本土文化，民众好感度常年稳居王室榜首。同样是平民王妃，一个把身份当责任扛，一个把身份当工具用，一个攒下了口碑和明星，一个赚了快钱却败了路人缘。时间久了，谁走的路更宽，一目了然。反观凯特，同样是平民出身的王妃，为什么英国民众对她好感度常年第一？人家是踏踏实实履行王室职责，做慈善，跑公务，陪女王，稳家庭，10几年如一日，用实际行动攒口碑，赢信任。同样是王妃头衔，凯特把她当成责任，梅根把她当成工具。凯特用身份换公众信任，梅根用身份换商业利益。时间久了，谁值得尊重，谁只是投机，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很多人说梅根聪明，会营销，懂流量，可她的聪明都是小聪明，赚的都是眼前的快钱。真正的高段位是像凯特那样稳扎稳打，攒口碑，立人设，走的是长远路。靠争议博来的流量，来得快退得更快，靠透支身份赚的红利，赚得多败得更惨。其实梅根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别人针对她，是她自己一直活在既要又要还要的拧巴里。既想要王室的光环和特权，又不想承担对应的责任和义务；既想靠着王室身份赚钱，又不想受王室规矩的约束；既想让英国观众买账，又不想为当年的话道歉。什么好处都想占，什么代价都不想付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完美的事？当年他拍胸脯说要经济独立，追求自由，头也不回离开英国，有多风光？现在灰溜溜回来蹭市场蹭福利，就有多狼狈。6年绕了一大圈，钱花的差不多了，人脉量的差不多了，最后还是要靠着王室身份的余温吃饭，绕来绕去还是没绕开王室这棵树。可他忘了，树的养分也是有限的，耗光了就没了，新人透支完了，就再也补不回来了。头衔能蹭一时的流量，换不来长久的口碑；身份能换一时的红利，换不来永远的绿灯。靠算计得来的东西，迟早会因为算计失去；靠透支换来的好处，早晚要连本带利还回去。